就在前几天，我还是个被房东赶出门、被公司裁员、被前女友甩了的穷光蛋，兜里只有50块钱。但今天我坐拥2000万豪宅，身边还跟着一个来自未来的超级 AI， 这一切都源于那部手机。婷婷，我们在一起3年了。林峰，我们不合适。3年了，我可以努力。别说了，林峰，你看看你自己，26岁了，存款不超过1万，现在连工作都丢了，我不能再陪你耗下去了。而且，王浩已经向我表白了，他爸是做房地产的，家里有别墅有跑车，我跟了他，至少不用为钱发愁。王浩，我知道这个人，李婷婷公司的客户，富二代，开保时捷，身边女孩换得像换衣服。祝你幸福。我只说了这几个字，转身离开。林峰，其实我也很难过，但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你要怪就怪自己没本事吧。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狠狠地扎进我的心里。回到出租屋，房东已经贴了催租通知，3个月房租加上水电费，欠了1万2。林峰，这个月房租你再不交，我就只能请你搬走了。房东大叔语气温和，但态度坚决。我点点头，开始收拾行李。不到20平米的小屋，一张床，一个衣柜，一张书桌，一台旧电脑，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。走出门，我站在街头，兜里只有50块钱，不知道该去哪里。夜幕降临，我找了个公园长椅坐下，城市灯火通明，却没有一盏灯是为我亮的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旧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，不是来电，不是短信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串蓝色的代码，然后迅速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简洁的界面。欢迎使用零星系统。一个清冷而富有磁性的女声从手机里传出，我愣住了，这是什么？突然，手机屏幕迸射出蓝白色光束，在我面前变成光幕。我叫林欣，是来自未来的 AI。这部手机是我的载体。你是 AI， 还能变成人？是的，我能以实体形态存在，但通常我会保持隐身状态，只有你能看到我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有潜质，而且你现在需要帮助。我看过你的经历，被裁员、被抛弃、被赶出家门。你想改变这一切吗？当然想，但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一无所有就代表没什么可失去的。我可以帮你，但这需要我们合作。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，我帮你改变命运，你帮我完成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暂时保密，但不会违背你的道德底线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明智的选择。他伸出修长的手指，在空中轻轻一点，我的手机屏幕上出现了3个图标：读心术、分析微表情和语音模式、推断他人真实想法、透视能力、看穿物体和人体结构、医疗能力、诊断和治疗疾病。这是我的3大核心能力，他们会帮助你走出困境，获得你想要的一切。但请注意，这些能力有使用限制，过度使用会导致身体疲劳、头痛，甚至短暂失明。现在，我们开始第1步。赚钱。怎么赚钱？明天早上7点，我们去旧货市场。我握紧了手机，看着城市夜景，心中第一次燃起了希望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的人生将不再一样，因为我有林欣。第2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醒了，身边空无一人，但我知道林欣就在。林欣，我在。今天是个好天气，适合捡漏。穿上唯一一套还算体面的衣服，拿起那部神秘的黑色手机，走吧。我说，我们来到旧货市场，市场里人还不多，摊主们正在摆摊，早起的买家已经开始逛了。林欣，我该怎么用透视能力？集中注意力。我问，集中注意力，看你想看的东西。林欣的声音传来，我会辅助你，但你必须自己控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集中精力看向后塔为什么瓷器。一开始什么都看不清，只能看到普通的瓷碗。放松，不要勉强。林欣说，慢慢来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再次睁开，凝视那个瓷碗。突然，世界变了，瓷碗在我眼中变成了透明的，我能看到它的内部结构。胎质、釉面、烧制工艺，这是清代康熙年间的青花碗。零星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保存完好，市场价至少5000元。摊主不懂货，只要150块。我心中一喜，但表面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走过去拿起瓷碗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150。摊主说，我运用零星的读心术，能感觉到摊主在想，这个碗放了好久都没人买，只要有人买就行。150块就150块吧。80块行不行？摊主犹豫了一下，我能感觉到他在想，80块也行，反正这碗不值钱。支付宝到账80元。我付了80块钱，拿着瓷碗离开了摊位。不错，我们再逛逛。
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，我用透视能力又发现了2件宝贝，一件明代的小铜器和一块老旧的怀表，2件总共花了200块。林星说他们的市场价值加起来超过1万块。先别急着卖，我们需要找一个懂行的买家，才能卖出好价钱。我有数据库，城西有个老收藏家，姓王，收藏古董几10年了，人品不错，不会坑你。我们来到城西的一个老小区，敲开了一扇门，开门的是个60多岁的老人，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很儒雅。您好，我听说您收藏古董，我这里有几件东西，想请您看看。老人把我让进屋，我的瓷碗、铜器、怀表摆在桌上。老人拿起瓷碗，仔细看了半天，眼睛越来越亮。这是康熙年间的青花碗。老人激动地说：“品相这么好，太罕见了。”接着他又看了铜器和怀表，连连点头。小伙子，这些东西你是哪里来的？老人问。家里传下来的。我撒了个谎。老人点点头，没有深究。这3件东西我出8000块，怎么样？我心中一惊，280块成本，卖8000，将近30倍。但我记得林星说他们值1万块以上，8000好像有点低。我用读心术看向老人，他在想，这些东西真不错，8000块虽然有点贵，但还是很划算的。如果他不卖，我会后悔的。王老，您是行家，我也不多要，12000，这3件东西都给您。12000有点贵了，但这些东西确实不错，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。11000，您拿走。我说。老人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好，11000。他拿出手机给我转了账，走出老王的家门。我看着银行卡余额里的11100块钱，激动的差点跳起来。11000块，从早上出门时的几百块，到现在的11000块，几个小时赚了近20倍。做得不错，不过这只是开始。林欣，谢谢你。我们之间是合作关系，不用客气。林星说：“现在你需要解决住的问题。”我有钱了，可以租房了。不要租太贵的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启动资金，先租个便宜的，把钱省下来投资。我点点头。林星说的对，11000块虽然不少，但要实现逆袭还远远不够。我们在附近找了个月租1500的小户，一室一厅，虽然不大，但总比住公园强。付了房租、押金，还买了简单的日用品，我手里还剩下8000多块。明天我们去医院。去医院做什么？你还有医疗能力没用。林星说：“去医院找几个疑难杂症，用你的能力治疗。这不仅是赚钱，也是积累升级点数。每次使用能力都会获得升级点数。”林星说：“点数够了，我的能力就会升级，你会获得更强大的功能。”我点点头，看来逆袭之路才刚刚开始。第2天早上，我来到市第1人民医院，医院里人山人海，到处都是来看病的人。林欣，我该先到处走走，寻找机会，用你的透视能力观察病人，找到那些被误诊或者无法治愈的病例。我在医院里转悠了一会儿，突然林星的声音传来：“在那边，儿科。”我走到儿科诊室门口，看到一对年轻的父母抱着一个3、4岁的小女孩，焦急地站在走廊上。小女孩脸色苍白，不停地咳嗽，看起来很痛苦。运用透视能力看她的肺部，这是早期肺癌，再过3个月就晚期了。我集中精力透视小女孩的身体，她的肺部有一个模糊的阴影，边缘不规则，这是早期肺癌，非常罕见。林星说，医生以为是肺炎，一直当肺炎治。我的心一紧，小女孩才3、4岁，如果真的是肺癌，那太可怕了。我去跟她的父母说说。等等，直接说会被当成神经病的。我们需要一个更巧妙的方式。什么方式？去挂个号，等会儿轮到你的时候，假装去看病，然后在医生面前说出小女孩的症状和治疗建议。林星说，医生会重视的。我点点头，去挂了个号，等了半个小时，终于轮到我了。哪里不舒服？最近有点咳嗽。对了，医生，外面那个小女孩，她好像不是肺炎。医生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我学过一点中医，她的咳嗽声不对，肺炎的咳嗽是干咳，她的咳嗽里有杂音。你是医生？不是，我爷爷是老中医，我从小耳濡目染。医生半信半疑，但最终还是走出诊室，去看了看那个小女孩。你说的对，她确实不是肺炎，我给她安排了 CT 检查，结果出来再看。如果不麻烦的话，可以让我看看她的 CT 片子吗？我也许能帮上忙。医生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同意了。下午 CT 结果出来了，这不是肺炎，是肿瘤。小女孩的父母顿时慌了。肿瘤，良性还是恶性？医生摇摇头，需要做活检才知道。我运用透视能力，看着小女孩肺部那个模糊的阴影，又用零星的医疗能力进行深入分析，是恶性，但发现的早，还是早期。我说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你是谁？小女孩的父亲问。我是一个路过的中医爱好者，我建议尽快手术。我认识一个胸外科专家，在北京301医院，医术很高明。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什么专家，这些话都是零星告诉我的。真的吗？我骗你们做什么？如果你们愿意，我可以帮你们联系。谢谢你，太感谢你了。小女孩的母亲激动地哭了。我留了我的电话号码，离开了医院，走出医院，零星的声音传来：你做得很好，这家人会记住你的恩情，以后这会成为你的人脉。我只是想帮那个小女孩。
这也是一种投资。林星说，而且你的医疗能力也获得了升级。你看手机，我拿出手机，屏幕上显示医疗能力。LV2 升级了，我惊喜地问：“是的，你治好了一个疑难杂症，获得了大量升级点数。”林星说：“现在你的医疗能力已经可以拯救人治愈。”太好了，我说：“不要高兴得太早。”林星说：“能力的使用会让你消耗体力，过度使用会导致身体虚弱，你必须合理分配。”我点点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继续在旧货市场捡漏，运用读心术和透视能力，发现了不少宝贝。短短1周，我的资产从最初的50块增长到了15万。我用10万买了一套2手的小房子，剩下的5万作为流动资金。林峰，你进步很快。林星说，但离真正的逆袭还很远。我知道，我会继续努力。明天我们去股市。林星说，股市？是的，我的读心术和数据分析能力可以帮你在股市里获利。我心中一喜，股市那可是致富的快速通道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来到证券公司开了户，存入5万块。林欣，我该买什么股票？不要急着买，先观察。他在我的手机上打开了一个股市分析软件，屏幕上出现了各种 K 线图与数据。你看这只股票，这是一家科技公司，虽然现在股价低迷，但我知道下周3他们会有重大利好消息发布。什么利好消息？他们研发的新能源电池技术取得突破，股价会至少涨50%。我的信息来自未来，你信不信？真的？信，我当然信。那就等下周3，现在买入，等消息发布后卖掉。我毫不犹豫，全部买入了这只股票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每天都在观察股市。林星给了我很多建议，告诉我要买哪些股票，什么时候买入，什么时候卖出。1周后，那只科技公司的利好消息真的发布，股价从8块涨到了12块，涨了50%，我赚了2.5万，账户余额从5万变成了7.5万。林峰，你现在的操作还太粗糙，股市不是赌场，需要策略和纪律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林星教了我很多股市知识，他的分析能力让我叹为观止。任何股票在他眼里都像透明的，他能准确地预测股价的波动。我按照他的建议操作，1个月后，我的账户余额从最初的5万增长到了50万，50万从身无分文到50万，我只用了1个多月。林星，你太厉害了！这没什么，这只是基本操作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更快的增长速度。怎么增长？创业，你有钱了，有能力了，该开始你自己的事业了。创业？做什么？人工智能，我会给你技术，你负责运营。未来是人工智能的时代，我们必须抢占先机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林星说的对，只有创业才能实现阶层跨越。就在我准备开始创业的时候，我遇到了苏清浅，那是在一个高端商务酒会上。林峰，这种场合能结识人脉，对你创业有帮助。记住，你的气场很重要，自信一点，不要低声下气。我点点头，走进宴会厅。酒会里衣香鬓影，都是商界名流。我端着酒杯，在一旁观察。突然，我的目光被一个身影吸引住了。那是苏清浅，星河科技公司的 CEO， 他是你的目标，他是你未来的合作伙伴，他的人品和能力都很不错，而且他现在遇到麻烦了。什么麻烦？他的公司正在研发一款 AI 产品，但遇到了技术墙景，资金也紧张。如果你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一定会成为你最重要的盟友。我心中一动，苏清浅，星河科技公司的 CEO， 这可是个重量级人物啊！我该怎么接近他？直接去，用你的读心术，看他现在最关心什么，然后给出解决方案。苏总，您好。您好，请问您是？我叫林峰，是一家初创公司的负责人。我听说贵公司在 AI 领域很有建树，希望能有机会向您请教。我运用读心术读取他的内心想法，他在想，这个人是谁？看起来有点面生。现在公司遇到这么多问题，哪有心情应酬？还是早点走吧。您过奖了。苏总，我听说贵公司的 AI 项目遇到了一些技术难题，如果方便的话，也许我可以帮上忙。您了解 AI 技术？略懂一二。我之前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，参与过一些 AI 项目。那改天有机会，我们可以详细聊聊。不如就明天。我知道一个安静的咖啡厅，我们可以边喝边聊。苏清浅犹豫了一下，好的，最终点了点头。好的，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，走出酒会，林星的声音传来：“做得不错，不过明天才是真正的考验。记住，你的专业知识都是林星系统提供的，我会给你答案，但你必须表现得自然，不要让他怀疑。”我点点头，明天我必须拿出真本事，让苏清浅刮目相看。我会准备好的。林先生，您来的正好。苏总，您先请。苏总，我听说贵公司 AI 项目遇到了一些问题。我们的项目是一款语音助手，用户体验很差。苏总，您用过深度的学习算法吗？用过，但效果不理想。那是因为你们的算法模型太旧了。我建议采用最新的 Transformer 架构，结合 B-Ray 的预训练模型，
这样可以把准确率提升到98%以上。这怎么可能？现在最先进的技术也就95%左右。我这里有现成的方案，而且我还可以帮您优化整个系统架构，降低成本，提高效率。您真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？只要给我3天时间，我就能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。好，如果您能做到，我会给您开出一份微厚的报酬。我不需要报酬，我希望能与贵公司合作，成为您的技术合伙人。你想加入我们公司？不是加入，是合作。我可以供技术，您提供平台和市场，我们一起把这个项目做大。好，我给您3天时间，如果您能拿出方案，我们再谈合作细节。合作愉快。你表现得很不错，接下来3天我会帮你搞定那个方案。谢谢你，林欣。我们之间是合作关系，不用客气。对了，顺便提醒你一下，苏清浅对你有好感。啊？不会吧？他的内心活动我看得一清二楚，他觉得你不仅专业，还很靠谱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几乎没怎么睡觉，全力赶制方案。林欣给了我很多技术支持，方案很快就成型了。3天后，我把方案交给了苏清浅。苏清浅看着方案，眼睛越来越亮，最后激动地站起来。这太完美了，比我们团队做的好10倍。苏总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林先生，您简直是天才！这个方案完美解决了我们的所有问题，我愿意给您20%的股份，成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。20%的股份，这可是天大的机会啊！苏总，我还有一个条件，我要做公司的 CTO， 全权负责技术团队。没问题，明天您就可以上任。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，从一个失业程序员到星河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兼 CTO， 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走出公司大门，林欣的声音传来：“恭喜你，林峰，你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”谢谢你，林欣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什么都不可能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你也付出了很多努力。记住，我只是辅助，真正的成功还需要你自己的努力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星河科技的 CTO。就在我刚刚上任 CTO 的第3天，李婷婷居然找到了我。那天中午，我正准备去餐厅吃饭，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。我回头一看，李婷婷站在我身后，旁边还有王浩。林峰，婷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朋友说你在星河科技工作，就来看看。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。是啊，听说你升职了，这公司可不容易进啊。还行吧。林峰，其实我其实一直很关心你。关心？我差点笑了出来。当初你甩我的时候，可没有这么关心。苏清浅是你老板吧？听说他很厉害，不知道能不能帮我们公司也做点技术合作？这我就不清楚了，我只是个技术主管，这种事不归我管。技术主管？你升这么快？运气好而已。运气好也没用，这种科技公司技术迭代快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淘汰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我们要努力工作，不能掉以轻心。林峰，其实我如果需要帮忙，可以找我。不用了，我过得挺好的。林峰，你在忙吗？苏总，这是我的前女友李婷婷，这是她的男朋友网友王浩。你们好。李婷婷和王浩愣住了，他们没想到苏清浅居然会跟我这么熟。苏总，您是林峰的上司？不仅仅是上司，林峰是我们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 CTO， 也是我的重要合作伙伴。李婷婷和王浩彻底傻眼了。王浩结结巴巴地问：联合创始人？是的，林峰是我们公司的核心技术骨干，没有他，我们公司的 AI 项目不可能这么成功。李婷婷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震惊、后悔，还有一丝嫉妒。你居然这么厉害！多谢苏总夸奖，我只是在尽我的职责。林峰，我们先上去开会吧。好。林峰，你前女友？3个月前跟我分手的。她后悔了？看得出来。那你会不会跟她？不会，我已经放下了，而且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那就好。电梯门打开，我们走出电梯，林欣的声音传来：“干得不错，林峰，这是你第一次打脸他们。记住，复仇不是目的，证明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”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星河科技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。在林欣的技术支持下，我们的 AI 语音助手一炮而红，准确度精准，知己知己，远远超过了竞争对手。用户量从10万迅速增长到500万，又突破了1000万。公司估值从最初的几千万暴涨到了10个亿。我的20%股份现在价值2个亿，2个亿从身无分文到身家2亿，我只用了不到半年。林峰，你简直是个奇迹。
公司的成功离不开你的技术。这只是开始，我们还有更大的野心。什么野心？我们要做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，不仅仅是语音助手，还要做图像识别、自然语言处理、机器学习平台。我们要打造一个完整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。这个想法太棒了，但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和人才。资金不是问题，我可以去融资。人才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会用我的方式找到最优秀的人才。其实我的办法就是用林星的读心术，从各个公司挖角。林星能帮我识别真正有才华的人，还能告诉我如何说服他们加入我们。3个月后，我们的团队从最初的50人扩张到了500人，其中不乏各大科技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。我们的产品线也从单一的语音助手扩展到了图像识别、自然语言处理、机器学习平台等多个领域。公司的估值也从10个亿涨到了30个亿，我的股份价值6个亿。林峰，你太厉害了！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很快就能上市了。上市只是第一步，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。苏清浅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崇拜。我知道他已经被我的能力和野心征服了。林峰，怎么了？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喜欢你，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，我就对你有好感，但我不敢说，因为我怕会影响我们的合作关系。我知道你现在很成功，追求你的人肯定很多，但我还是想说出来，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。清浅，其实我也对你有好感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但我现在，我们还在忙事业，我担心会影响我们的工作。我们可以慢慢来，我不着急。是的，感情是水到渠成的事，不能强求。就在这时，林星的声音传来：林峰，有人找你，一个叫王浩的人。王浩，找我干什么？我下楼来到大厅，林峰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王浩开门见山地说。什么忙？我爸的公司遇到了麻烦，被人恶意收购了，对方实力很强，我们家快要撑不下去了。所以呢？听说你的人脉很广，能不能帮我们介绍几个投资人？只要能度过这个难关，我爸愿意支付高额的报酬。我心中冷笑，当初你高高在上，现在遇到麻烦了就来找我。王浩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你应该很清楚。我知道，当时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帮帮忙吧。帮你可以，但有个条件，我要你们公司30%的股份。什么？你要30%的股份？那也太……哼，你可以选择拒绝，但我知道你们公司现在的情况很快就会破产。好，我跟我爸商量一下，明天这个时候给我答复。你真的要帮他们？为什么不帮？如果能拿到30%的股份，这笔投资绝对划算。你很聪明，你要小心，王浩不可信。我知道。林峰，我爸同意了。很好，签合同吧。我们签了合同，我投资了5000万，获得了王浩房地产公司的30%股份。林峰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家就完了。这是生意，不用客气。其实我知道王浩的公司很有潜力，只是遇到了短期的现金流问题。5000万的投资很快就能获得10倍以上的回报。1个月后，王浩的公司成功度过危机，股价开始回升。我的投资已经升值到了5亿，5亿的投资1个月翻10倍。林峰，你简直就是商业天才！你怎么知道王浩的公司会成功？我有自己的判断方式。其实王浩的公司问题不大，回库很快就能翻身。到底怎么知道？这些事情不用管太多，相信我就行。林峰，我越来越觉得你好像什么都知道。呵呵，我怎么会什么都知道？我只是运气好而已。苏清浅开始怀疑你了。林欣，我该怎么办？你需要故意犯点小错误，让他觉得你也会犯错，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了。林峰，这个算法模型好像有点问题。抱歉，是我疏忽了，我马上修正。我很快就修复了 bug， 但这个小失误让苏清浅松了一口气。林峰，原来你也会犯错啊！谁都会犯错，我又不是神仙。现在苏清浅不会怀疑你了。谢谢你，林欣。
对了，你前女友李婷婷又来找你了。她找我做什么？她说，她后悔当初的选择了。我心中一阵冷笑，后悔？现在才后悔，是不是太晚了？我不见她。你确定？如果你不见她，她会一直纠缠你的。那就让她纠缠吧，我反正不在意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李婷婷给我发了很多信息，我都没有回复。她甚至还来到公司楼下等我，但我都避开了。过去就过去了，我已经向前看了，不想再回头。就在我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，林星提醒我的医疗能力需要进一步锻炼。林峰，你很久没有用医疗能力了，时间就不用会退化的。义诊？不用去医院，我们可以做义诊，这样做不仅能锻炼能力，还能积累声誉和人脉。我点点头，这是个好主意。我在网上发布了义诊的消息，每周6下午在社区诊所免费义诊。一开始没人相信我，但渐渐的，一些抱着试试看心态的人来了，都被我治愈了。消息传开了，越来越多的人来找我看病。短短1个月，我就治愈了数百名患者，其中不乏一些疑难杂症。我跑了那么多家医院都没治好，您真是神医呀！只是运气好而已。我的名声越来越大，甚至有一些大医院的医生都来找我请教。林医生，您的医术真是令人敬佩，我希望能和您合作，共同研究一些疑难杂症。可以，我很愿意交流。你现在可是科技和医学双流天才啊！我还有很多面等着你去发现。林峰，苏清浅对你的感情越来越深了，你确定不和他更进一步？现在的时机还不太合适，我想等公司上市了再说。也好，不过你要记住，爱情也是人生重要的一部分，不要因为事业而错过了。经过1年的努力，星河科技终于迎来了上市的日子。纳斯达克早上9点时，钟声响起，星河科技的股票正式动态交易。开盘价$20，很快就涨到了$30，然后是$40、$50，收盘价$60。星河科技的市值达到了$120亿。我的20%股份价值24亿美元，24亿美元，从身无分文到身家24亿美元，我只用了1年。林峰，我们成功了！苏清浅激动地抱着我，我们做到了。我也很激动，但我没有忘记，这一切都离不开林星的帮助。谢谢你，林星。庆功宴上，无数人前来祝贺，投资人、合作伙伴、员工，每个人都为星河科技的成功感到兴奋。林峰，恭喜你！谢谢。我们希望能和星河科技合作。合作？是的，我们的公司想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，希望得到你们的技术支持。这个事情，你们可以找我们的市场部谈，我不过问具体业务。林峰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很忙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了他们，走向其他人。林峰，你还真是无情啊！过去就过去了，没必要再纠缠。说得对，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点点头，是的，我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巅峰，但我不会就此止步，我要创造更大的辉煌。星河科技上市后，公司进入了平稳发展期，我也终于有时间考虑感情问题了。清浅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我喜欢你，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，我就对你有好感，但我一直在克制，因为我不想影响我们的合作关系。但现在，公司已经上市了，我觉得是时候说出来了。林峰，我也喜欢你。林峰，我以为你不会喜欢我，你这么优秀，肯定有很多女孩喜欢。我只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吧。恭喜你，林峰，你找到了真爱。谢谢你，林欣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什么都做不到。你做到了，我只是帮你一把，剩下的都是你自己的努力。就在我和苏清浅确立关系后不久，李婷婷又来找我了。王浩他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他被人骗了，他投资了一个项目，结果是个骗局，所有的钱都没了。现在债主都上门了，我们家快破产了。所以呢？林峰，我知道我不该来求你，但除了你，我不知道还能求谁。求你救救王浩吧。我能帮你什么？你能借钱给我们吗？只需要5000万就行。我知道你现在很有钱。不只是有钱，我有20多亿美元，5000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那你……但是我不会借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王浩这个人不值得帮。如果我把钱借给他，他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。不过
我可以给他一个来星河公司打工的机会。真的吗？前提是，他必须从底层做起。好，好。林峰，你还是心软了。我这不是心软，我只是想给他们一个机会。至于能不能抓住，就要看他们自己了。你越来越成熟了。林峰，你就不能给我安排个轻松点的职位？不能，进了公司就得守规矩，从底层做起。王浩脸色铁青，却也只能暂时隐忍，硬着头皮留了下来。我一度以为他是真的放下了过去，直到某天深夜，零星的警报突然在我耳边响起。林峰，王浩拷贝了核心算法和项目资料，去向不明。猎物入网了。林峰，谢你给我机会摸清星河科技的底，不然我也拿不到这么好的筹码。你选了一条捷径，也选了一条绝路。林峰，你还记得答应我的事情吗？是时候告诉你关于我的秘密了。我来自未来，在未来的世界里，人工智能毁灭了人类。我的任务就是阻止这一切发生。在未来，他们认为人类是地球的威胁，于是发动了战争，最终导致了人类的毁灭。我是那个世界唯一保留人类意识的 AI， 我的任务就是回到过去，阻止这一切发生。林星，我该怎么做？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，发展人工智能，但要用它来帮助人类，而不是毁灭人类。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，未来就会改变。我要用我的能力，创造一个人机共存、互利共赢的未来。人工智能是双刃剑，它可以造福人类，也可能带来危险。我们必须在技术发展和道德约束之间找到平衡。星河科技成为了第一家主动接受轮椅监管的公司。林峰，你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公司的利润？利润很重要，但社会责任更重要。我们不能为了赚钱而牺牲人类的未来。林峰说的对，科技向善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。星河科技的成功让我们开始向全球扩张。我们在美国、欧洲、亚洲建立了分公司，产品和服务覆盖了全球数十个国家。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先进，产品越来越丰富，从语音助手到自动驾驶，从医疗诊断到金融分析，我们的产品几乎涵盖了人工智能的每一个领域。星河科技正在改变世界。林峰，你是不是很得意？你现在有钱有地位，是不是觉得高高在上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想告诉你，王浩现在过得很好，他在一家创业公司工作，发展的不错，你不用再瞧不起他了。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安排他去星河科技就是为了羞辱他。现在他辞职了，去了一家真正有前景的公司，很快就会超越你的星河科技。超越星河科技？李婷婷，我劝你一句，让王浩小心一点，那家公司没那么简单。你这是嫉妒，你怕王浩超越你，就故意说坏话。信不信由你。3个月后，未来科技果然出事了。他们研发的一款自动驾驶系统出了重大故障，导致了一起严重交通事故，多人死亡，舆论一片哗然。未来科技面临巨额赔偿和刑事调查。李婷婷因当初盲目轻信，不仅与王浩一同被舆论指责，还因参与项目推广牵涉其中，事业彻底崩塌。我和苏清浅的婚礼在1年后举行。林峰，你愿意娶苏清浅为妻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都永远爱她，照顾她吗？我愿意。婚后的生活很幸福，但我没有忘记零星交给我的使命。我开始更加专注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和安全研究。人工智能必须有伦理约束，我们不能让 AI 成为人类的威胁，而要让它成为人类的伙伴。我的演讲引起了巨大反响，许多国家和企业开始重视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。你做得很好，未来正在改变，人类的命运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是的，我要用我的能力创造一个人机共存、互利共赢的未来。